嗨，大家好！现在呢，我再一次来到马桥地区啊，就以前我去过的一个民主村的边上，另外一个村叫同心村。来到这边呢，就来到了一片新农村、新气象的地方啊。刚刚呢，在一个新的农民社区门前有专门的停车位上停了车。现在呢，我就骑着我的小车呢，就在这些绿色的田野之中啊，随意的徜徉一番。这边呢就是同心村的村委会啊，蛮气派的一个小院。骑过一座小桥啊，不知名的小桥，听着耳畔的知了的鸣叫声，骑行在林荫的小道上啊，非常的放松，也非常的治愈。这边呢有一个马桥农耕文化园啊，估计也就是农场吧。这边呢会经过一条铁道啊，铁道的闸口。闵行这边呢还有蛮多这样的铁道和这样的闸口啊。前方呢就是江川路了，我呢就漫无目的的沿着江川路啊，随意的骑行一段。看看这边呢，就一整片的水稻啊，好像最近下了几场透雨啊，这个水稻田里面的水都满了。
左侧呢是一些已经荒废的工厂吧。我看这个牌子上面的涂料都已经脱落的差不多了。今天呢，一直是说是有雨啊，所以呢，从早上就看着天气，结果呢，说是到中午的时候呢，雨就会停，下午呢，大概会有几个小时不下雨的时候啊，所以呢，我就特地开车出来。其实路上呢，还是飘了几滴雨啊。来到了我今天开车出行的目的地同心村啊，赶上一个凉爽的好天气啊。大概气温低于30度，是这几天应该气温最低的一天了啊！而且现在没有出太阳，天阴的，导致有可能会下起雨来，但也无所谓啊。趁着这么凉爽的好天气，值得冒点小险出来骑行一下啊！特别是感受一下农村地带的那些风景，满眼的绿色给人带来的愉悦。这边有个公交车车站，我觉得这个巴士亭还挺有意思的，完全是那种古色古香的房子，相信是有意做成这样的吧。原来坐公交也可以来到这里啊。而左前方呢，就有一个现代的园林，叫含香水柏园啊。虽然那是一个敞开的公园啊，但是相信呢，自行车应该是不让自由进出的嘛，就在门口观望一下啊。
据说呢，这个水泊园啊，以中国古代各个时期的有名的那种桥梁的造型啊著称。它其实呢，也就在黄浦江的边上啊。以前呢，曾经和我的父亲一起来游览过。这边呢，就进入到一片村庄了啊。听着我的小单车，有一种咯吱咯吱的声音，只有在我踩脚踏的时候，它才会有这个声音啊。如果我像现在停止踩脚踏，它就没有声音。所以应该呢是踩脚踏的那个轴承里面出了些问题了。现在呢，来到了一条贴着黄浦江边啊，离这个黄浦江很近的一条马路，也是水源保护地啊，全长有2.5公里。这边呢就像一个公园啊，其实这里呢就是这个韩山水泊园里面的一个，可以看到里面有很多的桥，一样有很多人在这边垂钓啊，老百姓的快乐可以很简单。原来呢，这就叫女儿经水闸。我在哪个地方看见过女儿经这3个字啊？好像有座桥，这名字取的。骑到了这个闸上的桥上啊，现在眼前的就是女儿经，还蛮开阔的一条河啊。对面呢就是一个闸，前方呢就是可以去到黄浦江啊，就调节这个水位的一个闸。这条小路上啊，车还蛮多。刚才看到有一个示意图啊，上面写着松江某某某某地方，那看来这边呢已经属于松江的管辖区域了，已经离开了闵行了。这边呢是
车墩派出所的管辖地方。也不知道这个路啊能不能走得通。当然，不管怎么说啊，在这些绿色之间骑行呢，还是非常愉悦的一件事。所以我们也不管它通向何处啊，就随意的骑行一番。左侧还有路啊，我就拐进来，往前面骑一下，看看能不能骑到黄浦江边呢。这个附近呢有好多个村庄啊，在这个村庄和村庄之间呢，都是一些农地。农民呢把他们自己种的西瓜呀、一些农作物呢拿出来卖啊。整体来看呢，这边应该也不算什么现代的农村，但是看来呢还是可以自给自足。田里呢不只是种的庄稼，还有一些树林，应该是育的那些树苗吧。而在那些闲散的空地上呢，都被农民们种上了自己的一些蔬菜瓜果啊。有个湖啊，不有湖啊？到了这边呢，就已经看到了黄浦江里头的大船了。照样也吸引着很多钓友在这边垂钓啊。这里有一个国家生态监测站，但是我看人家的车都开到这个上面去了。
逛一逛吧。黄浦江里面的一个生态环境监测站啊，来看看这个开阔的黄浦江，江上走的那些货船啊，就像我们经常看到那种。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，就转到了这条江边的小路上来了啊，正好可以吹吹江风，在江边的骑一骑，看看黄浦江的风景。不知道这个后面这个大楼是不是水文站的工作人员办公的地方啊？在这边办公还是很舒服的感觉。好，我们继续顺着江边的路呢，向前方再骑行一段。人生之快事啊，就不外乎想走就走的旅行。那我们做不到去远方，但我们呢可以在附近随意骑行啊，随意的欣赏一下河畔的景色、江畔的绿地啊，还有路上遇到的其他的人和事。看来这边的又是一条大河啊，汇入到黄浦江里面去的地方。前方呢也是一个大的水闸，写的是德胜水闸。上了一个坡啊，一下子把我的水给颠了出来。这边啥意思呢？到头了，不让进了，过不去的一个地方吗？还真是啊。呵，这个地方居然断头路了啊！看来呢，要在外面啊更大的马路上才可以通过这一段。
刚刚在前面这个德胜水闸这边呢，无路可去啊，只能回到这里。这一条河不知道叫什么河，是不是叫德胜什么什么邦啊什么之类的河呢？那我们就在这边呢观望一下啊。前面的黄浦江上面呢有一些桥梁啊，这个桥应该是过火车或者是过地铁之类的这样的一个桥梁啊。上面呢是走车的，下面呢应该就是走这种轨道的车辆吧。在前方呢还有一座大桥，那我想这个大桥会不会就是松浦桥啊？就松浦2桥还是3桥以前曾经在那个边上走过的。江上呢还是有很多这些货轮不停地运送着货物。好吧，既然这边没有路啊，我们只能原路返回。虽然呢走了一段冤枉路啊，但是呢能够在江边这些绿树丛中骑行呢，也是非常愉快的一段骑行啊。刚刚就从这边进来的啊，看来必须向左侧这条马路上才能骑过这个水闸。这里叫连庄村一队。左侧这个呢，就是刚刚我在下面啊此路不通的德胜水闸，这叫盐铁塘桥。那么这条河道应该叫盐铁塘。
刚刚呢就在那个水闸的边上啊，经过了一下。牌子上写着呢，你已经驶离了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啊，就是刚刚2.5公里这段路吧。然后呢，又是一片乡村的景象。这边的政府为老百姓也操碎了心啊！你看这个村委会写的这么一个标语啊：不明电话及时挂，可疑短信不要回，安全账户只需有，大额汇款要三思。就现在这种金融诈骗实在是多得防不胜防啊！几乎每个人每个礼拜甚至每天呢都会收到这些诈骗电话啊，所以政府也在提醒老百姓不要上当受骗。我又拐进了一条小路上啊，像是一片水杉林，而边上呢就是一些农作物的田地啊。看来这边还是有很多人种一些苞米啊。还有很多我也叫不出名的一些植物。看来呢，里边是一个村庄，不知道能够去到哪里啊。记一下。看看这座村庄啊，很普普通通的一座小村庄，但是还是停了很多的车，似乎是过着一种与世无争的生活。果然啊，这座桥呢2层，下面呢就是走那种动车或者高铁的线路啊，而上面那层呢就是走汽车的。
我相信呢，前方应该停靠车墩站啊，就是金山到南站的这个铁路吧。果然啊，写着金山铁道，看来我的判断是对的。这边有牌子呢，就是上海公务段松江桥梁车间，上海金山铁路松浦铁桥啊，是这么个地方，叫松浦铁桥。现在呢，转入到西堆场路一条比较小的小路上，继续应该是向西骑行啊。怪不得啊，刚刚那个叫德胜水闸，原来呢这边就叫德胜村渔业队。既然这样，我就到里面去。啊，看来还有门禁啊，算了。这边还有校车。相信呢，我已经进入到德胜村的渔业小队了啊！这些应该都是渔民的房子，也建得整整齐齐啊，应该是给他们统一重建的这些房子吧。还专门围了起来啊！到人家渔业小队里面去转了一圈，现在呢又回到了马路上，继续骑行。这边呢，看来已经走得够远啊，我不知道电池还够不够。那我就先在这个德顺村门前打住啊，结束我今天第一段的骑行。我们下一段骑行见，再见，拜拜。